大哥，你还要跟大嫂腻歪多久啊？皇后娘娘还等着咱们开席呢。催什么催，臭小子！就知道着急见公主。哎，我跟公主也多日未见了。没想到平日里像脱缰的野马似的沙平威，如今竟也得了相思病。嫂子就别取笑我了。这次宴席上啊，便会宣布赐婚圣旨。待这圣旨一下呀，这小子可就是名副其实的驸马爷了。咱们以后见了平威，还得毕恭毕敬的行个礼才是。哎，不敢，我可不敢让大哥大嫂给我见脸。这日后，大哥必定找个由头，把我这2条腿打断了不可。嫂子不会还不知道吧？前几日公主跟我说，皇上让她回京城任职，把禁军和兵马司的兵权都交给她来掌管。从今以后，她就是天下5官之首。我这驸马官虽然也不错，但毕竟是个副将，之后还得在定北侯的手下讨生活。子任，是真的吗？皇上是曾与我说过这个事，可现在圣旨还没下，一切就还有变数。太好了，若你今后不用再上战场打仗，那我也不用再担心你会受伤了。嫂子，你现在是不用担心我大哥了，你担心我吧。这小子马上升为副将了，待我回京城之后，便由他驻守边关。评委，以后边关的安定，可就靠你了。太好了，评委，你也要升迁了。那看来今天是3喜临门。那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，别误了时辰呢。嫂子，这大喜的日子，咱们就一起去呗，就当是为了我和我大哥一起欢喜欢喜。可是，这宫中宴席，我怎可擅入呢？无妨，反正这次宴席就是我和嫔妃的庆功宴，也无关朝廷要职。不如你假扮成侍女，同我们一同入宫。皇后娘娘驾到！拜见皇后娘娘。都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今日是袁大将军的庆功宴，不必多礼，坐下说话。是。此次边疆大捷，多亏袁大将军英勇奋战，想出了奇谋，这才大败敌军。黑豆退敌之计，乃军中谋士所想，臣不敢居功。将军立下如此大功，皇上特封你为定北侯，可见陛下对你的器重。谢皇上隆恩，臣鞠躬尽瘁。本宫身为皇后，也该论功行赏。本宫特地为将军准备了封赏，来人！本宫的封赏是封袁大将军为驸马爷，迎娶昌平公主。母后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
我是要和嫔妃成婚，不是元不屈。你堂堂一朝公主，怎可下嫁一个无名小卒？他现在已经升为副将了，他日后定能成为大将军。宦海沉浮，没有确定的事，还是莫说了。沙平微，他不过是元不屈的马前卒。可父皇已经赐婚了。圣旨呢？圣旨，本宫绝不允许你毁了自己的一生。本宫已经禀明皇上，你的婚事由本宫做主。母后，元不屈，皇后娘娘，如今日你领下这套喜服，安心的与昌平公主成亲，日后你便是金尊玉贵的驸马爷。如若不然，那你就饮下那杯毒酒吧。请恕末将无法从命，不能娶公主。你当真是要违抗本宫的懿旨？末将几个月前刚刚娶了新夫人，怎么能再娶公主？休了便是，这有何难？难道你的新夫人比本宫的公主还要尊贵？请恕末将无法从命。大胆元不屈！在灵山的时候，你装神弄鬼，愚弄公主，你可知道？你已经犯下了不敬公主的大罪，现在，你又忤逆本宫的懿旨，你可把我皇家放在眼里？本宫念你抗敌有功，是本朝的功臣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是福是祸，看你大将军的造化了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深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语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不要！嫔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你是何人？民女杜冰雁，见过皇后娘娘。你就是元不屈的新夫人。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瞧瞧。看着，倒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。听闻杜小姐不但貌美，还冰雪聪明，才名在外。既然杜小姐是个聪明人，那应该晓得利害关系，好好劝劝袁大将军吧。嫔雁，皇后娘娘，我们夫妇二人早已起誓，
今生今世，绝不辜负彼此。那本宫倒是要瞧瞧，你们的誓言能够坚守到几时？来人！在。袁不屈在民间装神弄鬼，愚弄公主，现在又忤逆本宫懿旨，实乃大不敬之罪。将他们二人抓起来，关入大牢。是。侯爷得罪了，我自己来。两情纵难饮苦尽，时怪相思已无药可治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。两情纵难饮苦尽，失败在一念之间消失。弃恨至此都不舍一时。两情纵难饮苦尽，时怪相思已无药可治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。两情纵难饮苦尽，失败在母后，我不要嫁给袁不屈，我喜欢的是沙平威，我要他当驸马。您这是棒打鸳鸯，把女儿往火坑里推。愈加放肆！你现在还小，所以你会把这些情情爱爱看作一生最重要的事。终有一天你会长大，你会知道那些情爱早晚都会消失的。一个女人，唯有夫君高官厚禄的身份，才可以护你一生。平威因战功也被父王封为副将，他也能护着女儿。虽是副将，可是你父皇命他继续戍守边关。倘若再打起仗来，战场上那可是刀剑无情，他职责在身，那必然是生死悬于一线呢。你说你嫁给这样的人，终日提心吊胆，倘若他再有一个好歹，丧了命，难道你要一生守寡不成？母后，那就让父皇把平威调回皇城来。胡言！戍守边关，有关朝堂社稷，岂能儿戏？你父皇要顾全大局，岂能说调回就调回？袁不屈就不一样了，他立下了军功，你父皇已经封他为定北侯，日后还会把京城的禁军令交付给他，让他成为朝堂的武将之首。他既有重权在手，同时又不用去驻守边关，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你的最佳人选。母后，可我就是不喜欢他嘛。你也是女人，难道你就不能体会女儿的感受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跟沙平威在一起，我喜欢他。你跟年轻时候的母后一样，傻傻的相信喜欢这种事。不过终有一天你长大了，才会知道，这些不过是水中月，镜中花，是靠不住的。如果母后能早一点悟透这些道理，母后，您常常看着这幅画像发呆，您当年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？伤心的往事罢了。母后日日观瞻，就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不要再像当年那样感情用事。母后，可是我就是想知道。母后累了，
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母后，此事莫要在意，就这么定了。那女儿告退。皇后娘娘，那原部区军功卓绝，皇上又要把禁军和兵马司交付他，你如此逼迫，不怕他反了？那虎符兵权不是还没有交接吗？况且今日那酒也并非是真的毒酒，只不过是本宫一箭双雕的计策。一来于私情，昌平是个小孩子心性，我要以此事勘验这孩子与那沙平微是否真的两情相悦。二来为社稷，当初那原部区在戍守边关时却曾拒绝婚药，今凯旋回朝，他若此时为了前程迎娶公主，抛弃舅父，那便是个无情之徒，又怎堪皇上的江山重任呢？皇后娘娘思量周全。冰燕姐姐前些日子假扮成了杜家兄长，帮了我个大忙，我呀得准备份礼物，好好谢谢她。听冰燕姐姐说，她那个时候嫁到将军府，将军府在边关，大将军都没为她举办婚典呢，现在要为她补办一个，还算大将军有良心，没有辜负她。我呀要为她绣条抹额。都怪我平日里不好好学手工刺绣，本来想绣一对成双成对的大雁的，现在看起来怎么像胖鸭子？你说，冰燕姐姐都是将军夫人了，带这个东西出去，别人会笑话她吧？小姐啊，还是让我来吧。你呢，心思赤诚，这礼呀，也都是你的心意嘛。也对，这布是我裁的，这个花也是我绣的。对，我家小姐肯定喜欢。这，京城传来了杜冰燕的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听闻他们二人已在京中重逢。本以为是皆大欢喜，皇后娘娘定要让袁大将军与公主成婚，袁大将军抗旨不从，也被下了大狱。怎么会这样？冰燕姐也太倒霉了吧！冒出个公主，现在又半路杀出个皇后来。要是那将军要休了小姐，娶那公主，我家小姐可怎么办呀？他敢！这原部区要是为了当破驸马，辜负我冰燕姐，我宰了他！不会的。据说当日，袁大将军参加了皇后娘娘的鸿门宴，公然违抗了皇后娘娘的意志，誓死不从。杜冰燕化身侍女，跟在袁大将军身旁，要与袁大将军夫妻一体。这样看来，姐姐是要跟大将军生死相随了。好了，你也赶紧收拾收拾吧，我们即刻出发前往京城，设法救人。师父与师娘也在路上，到时候在京中会合。一起想办法。
天磊他们来了。天磊，师傅，师娘，快进来。公主，我舅舅舅妈来了。拜见公主。免礼免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不用拜了。听评委说，你们跟袁大将军相熟。我之前在袁将军的军营中做军医，这二位，一位是齐家的三少爷，一位是齐家的三少奶奶。我是冰燕姐姐的结拜妹妹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去牢房探望过姐姐？她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欺负？那是秋官狱，除非有皇上和皇后娘娘的手谕，否则谁都别想进去。我也找父皇哭闹过了，可父皇说母后是为了我好，不肯插手。我这父皇母后，真是棒打鸳鸯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讲道理的。大不了我这公主不当了，我随嫔妃私奔去，看我父皇母后能把我怎么着。只不过连累了袁大将军和你姐姐，得想个办法混进秋官狱，与他们二人见上一面。此事我们身居局外，不知内情，想要破解，恐难找到其要害。或许他们二人会有什么线索。说得对，我们在外头跟没头苍蝇一样，得快点见到姐姐，跟她商量。阿兰，你是公主，你就没有什么办法带我们进秋官狱吗？我已经找了母后哭闹3次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哭闹有什么用啊？小时候爹爹不准我干这个，不准我玩那个，我都是跟他斗智斗勇周旋着来的，得智取。你刚才说，要见姐姐得有皇后和皇上的手谕。那我们就偷一个，抢一个，伪造一个也成。这，我觉得这个办法好，要不就这么定了吧？啊！那我们就分头行动。我与师傅先行查探，去看看秋官狱的巡逻状况，再想办法。娘娘倦了，快歇歇吧。人都说啊，血脉亲情最是神奇，奴婢看可不就是这样。公主和娘娘真像，娘娘年轻时性子也是拗得很。那个时候我也是又哭又闹的，不顾父母的意愿。帮我把金箔莲花拿出来。过了这么多年，这金箔莲花还和过去一般，仍旧光彩熠熠。当年他送给我这朵金箔莲花的时候，
像做梦一样，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意中人。为了他，我不顾颜面，违背父母的意愿，想跟他私奔。我们约定好，他到京城郊外的竹林里来接我，可是他并没有出现。我从晨曦等到了日落，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。天下男子皆薄情，他一定是听闻我要入宫选秀女，怕得罪了皇家，所以才临阵脱逃。我当年感情用事，将真情错付，如今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公主再错一次。本宫一定要替公主找一个靠得住的驸马，绝不允许她被感情冲昏了头，毁了一生。原来母后是怕我被男人骗，被男人抛弃，是我误会母后了。永卫，舅舅，怎么样？这是母后的令语，我偷偷拿出来了。挺有法子嘛你？还得是我们家阿兰。有了令语，事半功倍。公主，请留步。大胆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，连本公主也敢拦？卑职不敢，只是邱关玉这重地，无诏不得入内。卑职也是奉命行事，请公主莫要怪罪我等。我是奉母后之命来看望袁不屈大将军的。多有得罪，公主请。都怪我冰颜，没能保护好你。我们是夫妻，本就该共患难。万一皇后娘娘怪罪下来，将军，你是为了我才受到皇后娘娘的迁怒。将军如此待我，冰颜必定生死相随。但愿我们能闯过这关。姐姐，玉壶妹妹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公主带我们进来的。你过得怎么样啊？吃得好不好？睡得好不好？会不会冷啊？都好。这狱中的人都敬佩将军，给我们送了很多食物和被褥呢。多谢公主，待玉壶妹妹与我相见。快别谢了，好端端的二人，被无辜打入了大牢。就算我们夫妇二人难逃此劫，我们也绝不分开。原本我还做了母额发带，带着送给你和将军当做大婚礼物，没想到竟在这大牢里相见。妹妹，你送我的礼物，快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在这儿给你。只要是你送的，不管在哪儿收到，我都很开心。我一直带在身上，我很喜欢。
对不起，冰燕，我本来是打算将后父处置妥当之后，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可世事难料，委屈你了。我想请3位做个见证。今日，我想给冰燕一个婚礼。夫人，你可答应？正好，这儿也有烛光，虽然不是红烛，却也温暖明亮。今日高堂不在，我们就以窗外诗乐为鉴。玉壶妹妹，我就将你送我的这个礼物带上，就当是个喜庆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拜天地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生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奉日月。心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夫妻对拜。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，亦不负情。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生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母后真是糊涂，硬要生生拆散相爱之人。哎呀，我们快点想些办法，把姐姐和大将军救出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去偷母后令语的时候，听到了她和嬷嬷的谈话，好像是母后当年的旧事，我们可以从此处下手。什么事啊？母后年轻时也有一个相爱之人，母后为了和他在一起，不惜违抗父母之命。他们约定好一起私奔，可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那个男子竟然抛弃了母后，根本没有赴约。那我们就把那个负心汉找出来，让皇后娘娘出出气，不然她把怨气撒在你们还有姐姐头上。你还挺聪明的。你快想想那个负心汉的线索。线索？哦，那个男子送给了母后一件定情信物。什么信物？是他亲手打造的金箔莲花，我偷偷看过一眼，做工十分精美。可是好像只有一半，另一半不知在何处。金箔莲花。干爹，今天我看到了这个。这是一对痴男怨女的信。你说的金箔莲花，可是并蒂花瓣的花样。你怎么知道？皇后娘娘之前可曾有一位医者故交？医者故交，我想想。哦，我记得儿时生病时，
母后总是亲自查验太医的配方，后来我就追着她问，她才肯跟我说，是她的一位老朋友，是一个郎中，药性针砭之术也是跟他学的。太好了，子任，我有法子了，咱们应该可以安然无恙。什么法子？你快说啊，姐姐！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能干。玉壶妹妹，此事的确需要你助力。等你出去之后，将此事告诉干爹，之后他自会有定夺。金箔莲花，你们确认是此物？公主亲眼所见，定是此物。这世间的缘分，还真的是奇妙。什么缘分啊？师父，您说清楚。哎，师父，咱们要去找皇后娘娘的负心汉，干嘛带个小药盒啊？不是应该带些工具？若那家伙不跟我们走，我们就把他绑回去。娘子稍安勿躁，师父自有打算。18年了，风师兄，你在此地孤零零的等了这些年，终于把人等来了。两情相悦，世事无常，生死相隔，诚不敢欺，以待故人归。当年东南沿海地区发生瘟疫，师兄奉师命下山，前往瘟疫地区，济世救人，救助灾民。来，慢点。师兄在写给我的书信中说，他有了心上人。那女子随父兄游历东南，恰逢瘟疫爆发。那姑娘虽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，却心地善良，也帮着救助当地的灾民。二人一见倾心，私定了终生。师兄决定，待完成师命回山之后，便去女子所在的京城求亲。为师诚意，师兄亲自打造的金箔莲花，与那心上人一人一半，作为定情信。可惜世事无常。你来了。我亲手做的金莲，以后作为你我的信物，你看。喜欢吗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快走！怎么了？保重。快！那女子的父亲接到了京城选秀女的消息，要逼迫自己的女儿入宫选秀，期待有朝一日女儿能成为帝妃，便可换来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。可那女子性情桀梠，认定了师兄为其良人，便不会回头。
离别之时，他与师兄约定，等师兄处理完瘟疫之事，在约定之日，让师兄前往京城郊外，带着他一同私奔。风师兄深爱那女子，决定赴约。他也为二人筹谋了后半生的日子。他曾与我说，他夫妻二人以后要行遍大江南北，救助天下病患，闲暇之时便游山玩水，过那自由自在、神仙一般的幸福日子。当年两人便相约在这片竹林里再会，要一同私奔离去。后来呢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风师伯没能去赴约，害得皇后娘娘伤了心，进宫去选秀？